今年即將要進入尾聲的這個最後的12月，我們在這個月份有什麼課題跟需要學習跟注意的事情呢？整體上來說啊，2025年的12月這個月份可以說是充滿了轉換跟內省的一個關鍵的時刻。因為呢，今年這個2025年是非常具有破壞革命的一年啦。我相信大家今年過到現在，應該都有非常多的故事跟感受在你的心裡吧。那我要跟各位說，你真的不孤單，因為如果你今年遇到非常多不可思議的变動啊，然後人生很翻天覆地的改变的話，我要恭喜你，就是你即將要迎來一些新的開始跟新的機會了。在11月份，我們的會員影片裡面有說到，就是在水星逆行，還有土星逆行、天王星逆行，好多顆行星在逆行的這個過程中，在11月份，蠻多人的感受應該都是計劃趕不上變化，或是有一種無力感啊、卡頓啊、不順的這種感覺。那來到了現在，就是11月底這段時間，水星、土星即將要順行了，所以呢，你的這一些溝通不良啊，或是窒礙難行的這個感覺，會在12月份就會逐漸的鬆綁。12月5號，冥王星進入了41號閘門，其實有一個很有趣的氛圍會在12月5號開始啟動，因為41號閘門它就是代表一個夢想、幻想跟希望的這個能量，然後也是提供夢想成真的一個很重要的壓力跟燃料。那冥王星它代表的是把你的深層的潛意識，把你內在的自我或是內在的真實黑暗面顯化出來，去面對的一個這樣的能量。在12月份就會有一種讓你想要去思考怎麼樣可以把夢想跟現實更加的貼近，怎麼樣實踐這件事情會讓你的夢想可以成真。那水星的部分呢，我們先講一下，因為在11月份水逆的提醒的時候，已經有告訴大家水逆是逆到哪幾個閘門嘛。那當然它要順行，就是會把這一些閘門再全部的重新走過一遍。所以如果你11月份有一些計劃、溝通、合約真的都卡住了，或是來回反覆討論了很久沒有結果，你很有機會就會在12月中下旬的時候，你就可以獲得一個結果。那再來就是土星順行這件事情。那11月的時候，因為土星一直在逆行嘛，所以有很多關於紀律啊，然後是你一些因果業報的事情，在11月都會被彰顯出來，一一檢討。那12月份開始順行，它還是一樣順行在同一個閘門，就是36號閘門。那36號閘門是代表危機、幽暗之光，位在我們的情緒中心的這個閘門。可是雖然它代表的是危機，可是其實它是為了要解決問題而提前去感受，或是先察覺到可能會發生衰退危機的這一種感受力。所以與其說行星走到36號閘門會出現危機，不如是說它會帶來給你一個害怕失敗，或是害怕你的能力不足的恐懼，導致你會在你不擅長的地方出現危機。那其實你就可以去檢視說，是不是這個地方，這個出包的地方，就是你平常能力最不足，或是你最忽略的地方，所以它會出錯。土星其實在12月的時候順行的狀況，已經會比在11月好很多了啦，大家也不用太焦慮。12月份反而就是要一步一步的去解決這件事情，然後把你的紀律跟規範找回來的一個很好的時機。除了我們前面講到的幾個比較大的行星的能量的背景影響以外，其實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節氣，太陽進入10號閘門，其實就
對應到了我們的農曆上面的節氣，就是冬至這一天。我覺得今年的冬至呢，是一個非常好的時機點，讓你把焦點徹底的轉回到自己的內在，就是把你的注意力，還有你的計劃、你的想法，全部回歸到內在的自我覺察上面。也建議大家在月底的時候要開始練習，就是不要只是光顧着跨年跟聖誕節的假期規劃，你可以給自己更多時間，或是獨處的這個空間時間，讓自己去接納自己的各種樣貌。10號閘門是自我之愛，所以你光是存在這個世界上，你本身就是愛的表現了。那在這個冬至，所有的事情都要重新來過，所有的事情都有新的可能的这個時間點，我希望大家可以把要給別人的新年祝福跟聖誕祝福也保留一份給自己。12月還有一個很大的轉換，就是在12月24號，就是聖誕夜的這一天，月之南北焦點要轉換了。它就會轉移到3740的這個南北焦點的組合。那3740這個組合，它就會直接連通了我們的意志力中心，還有我們的情緒中心，它就會形成這個家族的通道，它代表的是社交的能量。可是這個社交能量並不是只跟很多人社交，它是在小群體、家庭或是小團隊、我的自己人的小部落裡面去做一些強烈的關注家庭或是社群聯繫的比較傳統價值的事件會出現。所以到了12月24號開始呢，那個整體的環境氛圍就是已經轉變到了一個比較多黏膩的情緒啊，所以在年底就會有很多關於金錢、物質還有協議啊、交易等等的主題會冒出來。這個物質分配的議題，它其實比較不是那一種就是公平正義的平均分配，它是論功行賞型的。所以總結來說呢，在12月份的時候啊，你其實可以給自己很多的時間去想想看，你有沒有把你的焦點回歸到自己的身上，然後接納自己各種完美跟不完美的樣貌。那再來，在這一個變動性很快速而且顯化的力量很明顯的這一個時機點，我覺得臣服於這個宇宙跟生命的不確定性，也是這2-3年這個宇宙流日氛圍一直在教會我們的事情啦。就是其實你只要越順勢而為，越順流，成功的機會或是獲得幫助的機會會是比別人多很多的。那再來就是關於情緒跟夢想的這一個拿捏。情緒的這個議題啊，其實從2024一直到2026都一直會是我們的主要學習課題。然後呢，每一個人都要學習用情緒型內在權威的方式，就是不要在情緒的高點跟低點做決定。所以這些就是我們12月份的一個比較關鍵要學習的功課啦。很簡單的一個行為準則就是，只要你回到內在權威與策略，只要你了解自己穩定運作的這一個天賦才華在哪裡的話，無論這個世界多麼的混亂跟紛亂，我相信大家都是可以在這個環境中就是過得很好，然後順勢而為，活出真實的自我。所以如果你是一個已經很有覺察，也時時刻刻活在當下的人，我相信你會在12月份有非常非常多的收穫，也可以利用這些行星的能量，好好的為你的2025年做一個收尾。你將會為自己迎來一個充滿轉換跟自由的新年。當然，我們的人類圖新年呢，是太陽要進入41號閘門，會是在明年的1月22號的這個時間點才會開啟新的一年。那我也會另外做一支影片，就是專門講2026年整年度的流年運勢的分析。好嘍，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先到這邊嘍，大家下次見，拜拜。